重大转折，美国情报入俄腹地，乌克兰战争迎战略新阶段。第聂伯河血战，俄军渡河失败，空降兵团被重伤。乌48小时撕开多层防线，俄格鲁乌精锐深陷重围。俄占地速度下降44%，前线乌军包围圈收紧，俄军进攻受阻。900亿美元军火协议敲定，乌克兰军力跃居欧洲第一。财政告急，普京临巨大危机，社会恐崩盘。当地时间10月2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，目标直指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。这一决定被视为华盛顿对俄乌战争立场的重大转折。此前，美国的情报援助多集中于乌克兰本土防御，例如监测俄军在东部战线的机动和攻势部署。而如今，美方情报将延伸至俄境深处，涵盖炼油厂、发电厂、管道等能源命脉。有匿名官员向《华尔街日报》与路透社证实，美国不仅将共享关键情报，还在研究为乌克兰提供更远程的攻击武器，包括射程约24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800公里的梭鱼导弹。分析人士指出，一旦情报与远程打击武器结合，乌军将具备对俄境纵深实施高精度打击的能力。北约盟国也被呼吁加入行动，提供类似援助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，美国和北约早已在定期为乌克兰提供情报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不过，西方公开承认并扩大支持范围，仍被外界视作冲突升级的标志。近期，乌军无人机接连袭击俄罗斯炼油厂。仅9月份，俄罗斯汽油产量便锐减约100万吨，相当于全国消费量的20%。据报道，全国46座主要炼油厂已有26座遭到破坏，其中10大炼油厂中有8家被迫停产。亚罗斯拉夫尔、奥尔斯克等重要设施受到重创，导致国内燃料短缺，甚至在莫斯科至喀山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超过100公里的加油车长龙。专家指出，修复炼油厂可能需要数月乃至更久，西方制裁让零部件与设备几乎无法进口。有评论认为，美国此举不仅意味着从防御盾牌转向进攻矛头，更代表4大战略转向。其一，目标范围由前线延伸至俄罗斯腹地；其二，依托卫星与电子侦察手段，提供厘米级坐标支持；其三，打击俄能源产业，削弱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地位，为美欧能源布局铺路；其四，美国深度介入，为未来军工复兴与地缘红利做准备。与此同时，欧洲的立场依然分化。10月1日，欧盟国家领导人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非正式峰会，议题包括建立无人机防御墙、对乌追加援助及解除其入盟障碍，动用被冻结的俄资产为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贷款。然而，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，几乎没有实质性成果。在无人机防御墙议题上，波兰、芬兰、波罗的海3国等支持，德国与法国态度冷淡，南欧国家则质疑对自身的好处。关于乌克兰入盟，东欧与北欧国家推动积极，南欧则显得犹豫。至于冻结俄资产贷款，多数国家赞同，但卢森堡与比利时表达了保留意见。会议最终无果而终。唯一的意外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，虽一贯反对援乌，但此次提议应当直接击落俄无人机，并强调欧洲无需恐惧俄罗斯，我们的实力远在其上。欧洲领导人预计将在10月23日布鲁塞尔峰会继续讨论相关议题。分析认为，欧洲内部缺乏大局共识，成员国多从本国利益出发，导致决策进展缓慢。但整体来看，战争的天平正逐步向乌克兰和西方倾斜。赫尔松方向，乌军成功摧毁了俄军最新部署的 Ripinik 反无人机雷达。俄方曾吹嘘该设备能同时探测超过250架无人机，追踪15公里范围内的目标，但最终却被乌军无人机直接摧毁，成为讽刺。另外，在赫尔松左岸第聂伯河畔，俄军空降兵展开了一场豪赌。乌军发言人帕夫洛·德罗加莱证实，短短6小时内，俄军以集团冲锋的方式连续发动8波次夜袭，试图强渡河流，突破乌军防线。然而，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场自杀式冲锋。
战场画面显示，搭载空降兵的冲锋舟刚驶离岸边，就被乌军无人机接连击中。夜视镜头里，数十艘舟艇在河面燃烧，幸存者的船只因通讯中断、导航失灵，互相碰撞搁浅。他们像没头苍蝇般暴露在水面，我们的电子战系统让敌人彻底失去方向。乌军前线指挥官在无线电里说，这场夜战的真正分水岭在于乌军电子战的绝对优势。俄军投入1540架无人机，企图以蜂群战术掩护渡河，但1245架被压制或击毁，仅赫尔松区域就击落532架。乌军采用声学侦测加激光击穿组合，精准捕捉无人机噪声，再用激光武器切断光纤制导链路，使俄军最新无人机的坠毁率飙升至 40%。通讯链条的全面崩溃，直接导致俄军舰队与指挥部失联，整个渡河行动瞬间瓦解。参战的俄军部队正是曾在赫尔松右岸撤退战中担任掩护的空降精锐，他们装备有 BMD-4M 伞兵战车和 2S9 自行破流炮，却在这次行动中付出沉重代价，320人伤亡，相当于一个空降团1/3战力被抹去。战场残骸显示，至少24件重型装备被遗弃。军事分析人士指出，俄空降兵已深陷消耗陷阱，其电子战落后短板再次暴露。从北顿河到赫尔松，乌军已完成从被动挨打到反超的技术逆转。随着最后一处可用渡口被摧毁，俄军夺回第聂伯河控制权的企图彻底落空。安东诺夫斯基大桥等关键通道早已被乌军摧毁，如今补给线断绝，前线部队面临弹尽粮绝的风险。俄方虽紧急投入克拉苏哈电子战系统和柳叶刀巡飞弹，但收效甚微。乌军则在北约援助的新型反无人机装备加持下，进一步稳固阵地。另外，10月1日，在被占领的第聂伯河左岸新卡霍夫卡市，莫斯科任命的伪市长沃洛迪米尔·两基耶夫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身亡。伪州长萨尔多随后确认这一消息。这起事件再次凸显乌方无人机战术的精准与高效，也进一步动摇俄方在占领区的控制力。日前，库皮扬斯克方向战场局势骤然翻转。乌克兰第14机械化旅以7000兵力为核心，在短短48小时内连续撕开俄军多层防线，推进 5.8 公里，兵锋直指战略枢纽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维火车站。更令克里姆林宫揪心的是，俄罗斯格鲁乌特种部队在城南工业区遭遇反包围，多次突围未果，陷入死亡陷阱。乌军突破堪称现代战术样本。第14旅出动50架无人机组成空中敢死队，夜袭俄军炮兵阵地，摧毁3处火力点，并炸断 P07 公路补给线，使俄预备队因弹药短缺延误整整6小时。地面作战同步展开，主攻部队沿莱蒙托娃街竹楼推进，利用西方反装甲武器击毁俄军12辆坦克。右翼分队穿插至尤比莱尼危区，切断俄军西北撤退通道。左翼特战小队渗透铁路枢纽，布设反坦克地雷封锁援军。乌军士兵在前线电台中说，每推进100米都要反复拉锯，但俄军防线已出现3公里缺口。战局逆转点出现在库皮扬斯克南部工业区，俄格鲁乌东方营为解救被困的车臣侦察分队，贸然孤军突入，却撞进乌军早布下的伏击网。乌军借助废弃厂房的复杂地形，结合无人机与反坦克导弹，形成3维封锁。结果俄军突围连续失败，伤亡超过30%。讽刺的是，这支格鲁乌部队曾因地下渗透战术名声大噪，甚至通过煤气管道秘密集结，一度占据城区5667栋建筑。但这次因推进过快，脱离装甲掩护，反被乌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库皮扬斯克之战不仅是局部突袭，而是关乎整个乌东战局的战略拼杀。若乌军守住铁路枢纽，哈尔科夫至顿巴斯的补给线将重新开通；若俄军反扑成功，则有望完成北线突击、南线合围的战略设想。目前，双方仍在工业区血战。乌军宣称已摧毁俄军一座大型油库，而俄空天军则正对补给线进行狂轰滥炸。
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消息，在波克罗夫斯克东北的多布罗皮利亚方向，乌军的包围圈正不断收紧。尽管局势恶化，俄军高层依旧拒绝下令突围，反而不断向该地区投入兵力。除第51集团军外，已被重建过13次的臭名昭著的155海军步兵旅也被派上前线。这支部队是否会再度覆灭，成为战场上的讽刺话题。当前，乌军在库切里夫亚尔以西清理阵地，成功构筑起3重包围圈，致使俄军及其增援部队陷入重围，伤亡超过3000人。整体来看，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推进受阻，装备与人员损失惨重，而乌军则逐步稳固防线并展开反攻。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亲赴前线督战，强调反攻行动已全面展开。Deep State 数据显示，9月俄军在乌克兰的占领面积仅269平方公里，比8月下降44%，创今年5月以来最低。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在视察该战场时指出，乌军当天在此方向解放了 2.2 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肃清了约3平方公里的俄军势力，当场击毙52人，合计歼敌80人。截至目前，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累计解放了177平方公里，清除了近199平方公里的俄军控制区。相比之下，俄军9月份在12个主战场的总收益仅为269平方公里，环比8月减少了 40%， 表明其攻势势头明显衰退。波克罗夫斯克其他方向战斗仍在持续，乌军79旅击毙1名俄军，其随身现金散落一地。据悉，俄军近期又恢复了对敢死队的现金刺激法，用麻袋装满现钞，督促部队发起冲锋，并在战斗结束后现场发钱。此举与当年对瓦格纳雇佣军的奖励模式如出一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最近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了2款关键武器的最新性能参数，一个是柳地无人机，其飞行高度最高可达4300米，射程约1300公里，续航速度160公里每小时，具备远程渗透和持续打击能力。另外一个是海王星 D 导弹，可携带260公斤战斗部，射程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。乌方强调，新型号的海王星导弹将很快在俄境内更多地区亮相。这些装备的公布显示，乌克兰正不断增强对俄纵深打击的能力。乌俄前线再起波澜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波克罗夫斯克一带继续扩大反攻成果。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近日再度亲赴前线督战，这已是他在1周内第2次抵达该地区，显示出对战事的高度重视。刚刚结束纽约联合国之行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基辅宣布，乌克兰与美国达成了一项规模高达900亿美元的超级协议，涵盖乌方提出的全部武器需求。泽连斯基透露，美国总统已收到完整的武器清单，双方还可能就远程打击系统单独签署协议。与此同时，乌美还签订了另一份无人机协议。泽连斯基指出，乌克兰在3年半的战争中白手起家，发展出庞大的无人机产业，但受限于资金不足。如今美国将直接购买乌制无人机，这不仅为乌方提供财政支持，也意味着乌克兰正式进入美军供应链，成为美国军工体系的一部分。2份协议叠加，被视为乌美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。一方面，乌军火力将获得大规模扩充；另一方面，无人机战争被推至战略前台，直击俄罗斯的能源命脉。这份900亿美元的协议在国际军贸史上极为罕见。仅凭这一笔交易，乌克兰军费投入便超过欧洲大多数大国，英国约750亿美元，法国620亿美元，德国650至700亿美元。评论人士王笃然指出，乌克兰已在军费规模上超越英法德，成为欧洲投入最大的常规军力国家。加上约50万现役兵员、快速成长的无人机产业，以及多年高强度消耗战的实战经验，乌克兰在常规军力层面已成欧洲重量级存在。不过，英法的核武与独立战略打击能力仍让他们保持差距。乌克兰军力高度依赖美国与北约的武器、情报和卫星支援，但在常规力量上，基辅已跃居欧洲前列。无人机战已成为乌俄对抗的核心。俄罗斯频繁发动无人机和导弹的密集袭击，乌克兰则反击俄罗斯炼油厂与能源设施。
泽连斯基警告，如果基辅面临停电风险，莫斯科同样也会陷入黑暗。他强调，文明国家不会主动挑衅，但绝不会软弱退让。有分析人问，乌美两份协议结合，战略意义重大。对乌克兰而言，获得前所未有的资金、火力与产业支持，军力跃升至欧洲前列。对美国而言，既支援盟友抗俄，又借乌克兰的无人机实战经验反哺自身军工体系。对俄罗斯而言，能源设施持续遭打击，长期消耗战压力骤增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笔协议也被视为特朗普的一场战略胜利。他以商人思维将援助转化为订单，把战争变成生意。900亿美元协议不仅保障了欧洲安全，也让美国军工产业成为最大赢家，创造就业，带动产业链，并为特朗普在国内政治加分。可以说，这是一场三重胜利：安全、经济与政治的结合。乌美协议不仅改变了乌克兰的战场格局，也在重塑欧洲的军事版图，让美国从援助者变成赢家。乌克兰能源与自然资源协会副主任安德烈·扎克列夫斯基近日直言，俄罗斯的能源产业正在被乌军的系统性打击拖入深渊。他强调，目前超过1/3的俄罗斯炼油厂陷入停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数字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持续行动的证明。炼油厂、港口、油田都在遭受袭击，俄罗斯的财政收入正在被一步步削减。许多依赖能源的工业城镇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。具体来看，9月里又有4家大型炼油厂被迫停产。至此，乌军无人机袭击直接摧毁了俄罗斯约1/4的炼油能力，每天23.6万吨。这一连串的停摆，使得9月俄罗斯汽油产量骤降100万吨，国内赤字已高达20%。俄罗斯经济学家伊诺泽姆采夫警告称，炼油厂在制裁条件下的修复往往需要数月时间，俄罗斯石油公司几乎无力在短期内填补缺口。另一位分析师切尔诺夫指出，汽油短缺已经推高了物价。自年初以来，燃料批发价上涨超40%，零售涨幅达到11%至12%，创7年来新高。燃料价格的上涨迅速传导至农业、运输和物流领域，食品与必需品成本随之飙升，加速了俄罗斯经济的通胀螺旋。除了石油，俄罗斯煤炭产业也在萎缩。扎克列夫斯基称，超过一半依赖煤炭的单一工业城镇已濒临停摆。这些城市高度依赖能源产业，如今却遭遇无工可做的局面。若冬季来临前无法缓解能源困境，煤炭城镇的崩溃将带来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。在一些地区，汽油供应已长期不足。由于燃料批发价高企，零售端亏损，加上货源紧缺，部分私人加油站连锁已被迫关停。若危机持续，约占全国60%的独立加油站可能会大规模倒闭，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社会稳定。另外，9月30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，缩短国有资产私有化程序，以加速出售国有资产。根据政府文件，为了保障国家防御能力和安全，你出售的财产需由政府指定的评估师在不超过10天内确定市场价值，并通过俄罗斯工业发展银行完成交易。这一举措表面上是为了应对国际制裁，但实际上反映出俄罗斯财政的巨大压力。战争已经持续3年7个月，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预算赤字和能源收入锐减的问题。除了增税之外，加速出售国有资产成为快速回笼资金的重要手段。据估计，截至2025年6月，过去3年7个月，俄罗斯没收的财产总价值约为3.9万亿卢布，即约480亿美元。然而，即便将这些财产出售，所得资金也远不足以弥补战争开支。财政部长安东·希尔瓦诺夫曾表示，2023年通过出售部分国有资产，政府仅回收88亿美元，这对于庞大的战争预算而言，几乎是杯水车薪。此外，自战争开始以来，俄罗斯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约3000亿美元，美欧利用这些资金向乌克兰提供了约500亿美元的援助。欧盟计划动用约140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支援乌克兰，俄罗斯方面则称其为非法扣押。即便俄罗斯将没收的西方企业资产国有化再出售，最多也只能筹集480亿美元，
而这些资金也只能维持短期战费。这意味着俄罗斯不得不再次走上上世纪90年代的老路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，将经济命脉交给寡头和资本，以维持战争。原本普京寄望通过能源出口、战争支出和制裁规避手段维持国家财政，但现实是能源收入锐减，通胀加速，加上战争开销，财政压力越来越大。即便全部出售国有资产，也难以支撑长期战争。与此同时，俄媒披露，俄军前线医疗物资严重短缺，战术医疗小组收到的绷带与止血带，竟然是1977年生产的苏联旧库存，暴露出俄军在长期消耗战下后勤体系的窘境。俄生意人报报道，因无人机连续袭击导致能源短缺，莫斯科政府紧急批准从中国、韩国、新加坡和白俄罗斯进口汽油，允许3家国有或控股公司承担任务。通过远东口岸入境的石油将实行零关税，进口商可获得财政补贴，以弥补国际价与国内价的差额。这显示俄罗斯正面临能源体系的脆弱性，不得不依赖亚洲补给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